有些事情沒有比較過，真的不會知道。剛從泰國度假1個月回來，讓我們忘記異國美食的，還是北台灣的美食之都基隆。上次吃完安樂市場，這集繼續留在中山區，把遺珠一家家吃完。這裡的觀光客很少，卻藏着基隆人真實的飲食日常。基隆人的嘴有多刁，總說這間不好吃，那間普通。但這裡的美食遍地開花，味蕾早已經被養刁了。許多嫌普通的店，如果開在我家附近，早就稱王稱後了。就連一顆10元的老店麵包，在這裡都只是日常。今天挑戰6家，看看能不能通過基隆人的認可。我們今天又來到了一個吃東西完全不會踩雷的地方了。對，這邊是基隆中山區，因為我們上次來到這一帶呢，好吃的東西真的非常多，你一次來呢是完全吃不完的。所以我們今天就来補一些上次沒吃到了，可是今天也不可能完全吃完了。走。郭家巷頭國仔湯，上次沒有吃到，真的非常的扼腕，所以今天呢，趕快第一家就先來吃它了。我剛剛看到這一些小菜啊，尤其是這個軟絲啊，天啊，我很後悔，我上次沒有第一家就先來吃這個。你知道嗎？因為最近天氣非常的熱，所以其實我食慾沒有到非常高，可是一來到這邊，一看到這樣子，哇，我整個食慾就來了。這個地方很特別，它在一個很像國仔的那種下面，然後像停車場的地方，然後它這個地方很隱蔽，所以好涼哦。對，它在一個類似像橋下的地方，天然冷氣的感覺。好吧，趕快來吃，好餓哦。超讚！這個大骨湯非常的香，它是屬於清淡的口味，不會很鹹。可是同時呢，你又覺得它是很重的，因為它油香很濃。真的。前一陣子在清邁待了將近1個月，然後也吃了蠻多那邊的龜鴨湯。可是其實我在吃的時候，我一直想到的都是基隆的味道，我很想要回來基隆吃。我當時在那邊覺得那邊非常好吃，你一直說想念基隆，可是我那时候沒有感覺。但我吃到這個之後，我就覺得哇，完全不一樣，這龜好軟好軟。我這裡跟大家講，就是基隆的好吃的地方，就是在於我在國外，然後吃到很好吃的東西，然後我想一下，哇。還是基隆好吃，它其實是薄片，所以非常好入口。然後吸進去的時候，不會讓你覺得有那種厚重感，很舒服。沒有什麼存在感。對啊，有很多人說普通，我第一次吃，我覺得非常的驚豔。店是已經很有歷史了，它這個呢是潮州龜啊，所以老闆他們原先呢是1949年的時候來到台灣的。那原本呢這個潮州龜啊應該是乾的，可是因為冬天的時候呢，基隆碼頭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冷，為了工人跟居民的需求呢，它就變成是有熱湯的形式。我跟你講，因為我們在清邁吃到那些龜啊，也都是潮州龜啊，可是這個真的沒有輸，好好吃哦。湯裡面還有少許的豬腸，雖然只有一點點，但點綴一下也是非常的爽。然後聽說呢，這個也是因為看到客人啊把豬腸加進去之後呢，老闆就覺得那乾脆我就讓它的配置就是這個樣子。沒有這個龜啊，我本來沒有要講那麼久，沒想到它真的還蠻好吃的，應該說很合我們的口味啦。湯其實不是重點，大家來都是來吃黑白切的。剛先吃了一個最有障礙的豬眼睛，可是好好吃哦！我覺得大家如果吃一次就會了解，吃起來口感稍微有點脆脆的這樣。那豬眼睛的構造比較複雜，所以我剛又夾了另外一塊，口感又不一樣，所以你每吃一口呢都有不同的驚喜。再來是粉腸，還有吉古拉。粉腸呢，我覺得就是新鮮，很優秀。那吉古拉呢，如果你的炭燒香不夠，魚味不夠，基隆人吃了可是會生氣。加上它的醬汁，我覺得味道很讚，這個基隆人一定是 OK。我聽他們說，吉古拉一定要薄，然後炭燒香這樣子，哇，很嚴格呢。蘿蔔的甜味超讚，我咬一口，你看這個湯汁一直滴一直滴，它就像把蘿蔔的精華都濃縮在裡面，甜味一點都沒有跑掉。我剛剛本來沒有要點它，然後我就去拍櫃台那邊食物，我看到它那個樣子，我覺得一定超好吃，我就叫你趕快點，趕快點，好吃好吃。軟絲跟生腸放在一起，這盤根本就是脆脆拼盤。我剛吃軟絲有被它嚇到，因為我覺得就連漁港邊的海產店都不一定有它的新鮮脆甜。然後這個生腸呢也是非常的新鮮，一點奇怪的味道都沒有，然後又是另外一種脆，哇，讚！
其實有蠻多人跟我說，他覺得這間普通，可是我真的覺得這間超好吃。好吃的東西吃太多了吧，所以才會覺得它普通。因為它的東西基本上我覺得沒有很大的調味，可是每個東西都很鮮，你就是吃這裡面很鮮的這些豬雜啊，然後軟絲啊，好棒哦！這讓我想到我們之前高雄吃那個阿財雞絲麵，它那個小菜也是好吃到爆炸，這個就是那種感覺。感動是不亞於那一間。書哲是我的愛，去哪裡都一定會點。那我覺得呢，它的書哲香當然也是很優秀，可是跟其他比就相形失色。我覺得軟絲真的是非常的脆甜，在這邊基隆吃到很多的軟絲啊，就像是今天早上剛釣上來的，太強太強，有點透明的這樣子。然後生腸我也覺得是這裡面最好吃，吉古拉跟哇都好吃啊。那我覺得豬眼睛也是蠻必點。對，然後如果你喜歡吃這種豬雜類，然後很新鮮的話，我覺得這一間很值得來。千萬不要聽人家說啊，我覺得還好。那你一定要試試看，因為基隆人的嘴都超刁的。哦，這一間我喜歡。如果再讓你來這邊，你會專攻哪幾個店？軟絲、生腸、吉古拉、蘿蔔。我也是。太好吃了，不愧是快要80年的老店。老城鄉經濟食品店，那本來我們上次呢也在名單裡面，可是他上次突然休息，所以我們就措手不及。哎，還好他馬上就又開始營業，所以我們就放到這一次來。人家說這間是老店，然後聽說有人說60，有人說50啊，然後結果我剛剛問老闆，他說他們60年搬到這邊，但是民國35年在新莊那邊做，所以這樣總共加起來已經80年了。沒錯沒錯。現在來試試看，而且這間的東西超級佛心的。來吃蛋黃酥，這是整間店最貴的東西，25塊，單品項小小的東西，超級誇張，所以網友都說這家店的東西真的是有夠佛心的。我真的沒有吃到過這麼便宜，我最近吃到最便宜的蛋黃酥是50塊，先吃吃看。那我想說我們不要抱太大的期待啦。25塊可以讓你這樣子眉毛動成這樣。不要說25塊，你就算跟50塊比，它也算蠻大顆的。然後裡面的餡料，你看這麼薄，蛋黃的佔比也還蠻高的。重點是它咬下去，哇，酥酥的。但我覺得它的口味比較傳統一些，就是咬下去你可以吃到那種帶淡淡的奶粉香，很好吃哎。它有50、60塊的表現哦。對，而且它不會那種非常不會油膩的感覺。我覺得老闆是在做善事的，慈善事業，真的真的。而且你看它裡面的蛋黃還是新鮮好吃的啊！它這裡面蛋黃是不是還有點濕潤度在裡面？這皮還很酥哎！天哪！這個是綠豆蛋黃酥，它的蛋黃啊也是非常的讚，然後提供一個不一樣的選擇。重點是它那個綠豆非常的細膩。如果你想吃綠豆椪又想吃蛋黃酥，可是你的胃容量不夠，這個是一個很好的選擇。它這個裡面我覺得光蛋黃的成本就20了，然後其他就是做佛心做善事的。你女兒說想要吃蛋黃酥，說了好多天了，我們等一下買一些回家。对，本來想說就買一點，我覺得我們今天應該等一下要再買了。很不輸名店的綠豆餡，可是我這樣講不對，人家它也是名店啊。咖喱餅也是眾多網友推薦必買的品項之一，剛咬下去非常非常香。我那一口吃下去的時候，我有非常強烈的愧疚感。我也有，因為另外一家店我們很常推的傳統餅店的咖喱餅，我們非常喜歡。這家我覺得也不輸哎。我更喜歡另外一家，可是我跟你講，我的愧疚感來自於，就是我原本想說，你的25塊一定好吃不到哪一句。我真的剛剛進來的時候這樣，可是你真的應該要覺得，我覺得我應該跪下哎。對，說對不起，快點。以25塊來說，它絕對是天花板，很好吃，很好吃。對，如果以50塊來說，它是還很好吃，超好吃的。不會啊，以50塊來說，我覺得也夠好吃的。對，而且它很酥，然後很香，很傳統的那種味道。老闆真的是佛哎！我現在看到他那個頭後面在發光。買綠豆椪，大家也很推，那就不是給大家看了，因為剛剛有一個品項是類似的。蛋撻原本10塊錢，現在漲到12塊，我現在摸它還是溫溫熱熱的。我跟你講，這個12塊，我小學的時候福利社也就是賣這個價錢的。你知道我小學是多久以前嗎？30年前。這個物價太厲害了，如果再好吃是真的每天領的。就沒有啊，每天領的，對不對？它蛋撻蛋香非常的濃郁，但我覺得如果你吃慣了那種很精緻的西式的蛋撻，你不一定會喜歡它。那它很傳統，反正我覺得用料都是很實在讚。
所以我不是要誇大，可是我真的覺得它可以很明確吃到它那個雞蛋的香氣在上面。這個應該賣35塊，應該不太會有人有意見的。我也要誇獎一下它的塔皮厚薄度真的很剛好，酥脆，但是又不會過硬。大家可能覺得我們講話很誇張，可是這是我們第一次吃到的那種心情啊。如果你到這家店門口，你就會看到外面寫着古早味10元麵包。我想說，現在還有賣這種10元的，因為連夜市都至少要12、15、17了，很多都是已經15、17、20了。你試試看，10塊錢的麵包，古早長阿胖。而且我們剛剛在挑，因為它都是10塊嘛，所以我就挑一個比較小一點，因為我覺得可能會吃太飽。蔥香很讚，然後麵包的質地呢是那種鬆軟的，像是平常吃小餐包那種感覺。10塊錢能吃到這樣，真的非常的滿足。它蔥香很讚，然後在麵包呢也是很鬆軟，咬下去像小餐包的感覺。你看这些有火腿的啊，有小熱狗的，这都是10塊，太誇張了啦！重點還好吃。覺得我們可能要被罵了，因為這家大家都說要低調買，那大家分批來好不好？不要讓老闆太辛苦。他人太多就不要硬擠進來，然後亂留負評之類的。他們現在都要50塊，真的。哇，又多買了一些。這家店是免用統一發票的，所以國稅局來查賬的時候，看到他一顆麵包賣10塊，問他說：“那你這樣有賺錢嗎？”所以就免用統一發票，太厲害了。來吃一家很有趣的臭豆腐，它叫做蒸豆腐。這家呢，它有賣炸豆腐、煮豆腐、清蒸豆腐，各種煮法之外呢，它光是炸豆腐還有分各種不同程度的臭，然後還有大顆、小顆，還分小胖、大胖、木棉，很特別。我先跟大家說，我看到菜單的時候呢，是第一眼讓我覺得它很有趣的地方，就是它的小胖叫做特臭，然後大胖是中臭，然後我想說，這個老闆到底對小胖有什麼特別的意見？為什麼小胖是特臭？照理來講，那個邏輯不是應該，比如說大中小胖啊，就是大中小臭這樣子嗎？你剛才問我，然後還硬要我回答，不過我其實想出答案的，就是你看辣椒不是辣，大的越不辣，小的越辣，所以小胖越辣，比較臭。沒錯沒錯，我猜的啊，等下我再問老闆。好。这個開始，這個是木棉，從最不臭的慢慢吃到最臭的。它這個木棉的形狀就是三角形，大家注意一下就可以知道了。試試看，我咬下去的時候，裡面竟然是濕潤的，而且它小臭就已經非常臭了。真的，它的小臭應該是普通店家的蠻臭的那種程度了。木棉我覺得有一個原因，就是因為它一定超能吸汁的。你剛剛把它放到那個醬油裡面，然後再去吃的時候，整個汁都爆出來了。對，但是它其實那個汁呢，是它原本裡面就有的汁水，而不是那個醬。它醬其實是有一點稠稠的質地。蒸醬跟不蒸醬滋味不太一樣，大家都可以試試看，分開試。它這個口感真的有點像海綿的感覺，其實你要咬一口，然後再去沾那個汁，就會浸潤到它那個豆腐裡面去。裡面的細緻感，我覺得有點像是那種很好吃、很細嫩的豆皮那種感覺。現在吃的是一口酥，你覺得哪一個比較臭？我說還是真的比較臭，可是我覺得要不沾醬的時候比較能夠分辨得出來。我刚剛吃一口酥吃進去，我有一種就是早上昨天很晚睡，然後今天又很早起來那種感覺。說真的，你吃這個臭豆腐呢，你就是漸進式的要一直把你的感官打開。它從木棉吃到一口酥的時候，你真的可以感覺到它那個外皮酥脆程度的變化。它的一口酥是大臭的，这個是中臭的大胖。哇，它咬下去啊，豆香味是比較濃厚的那一種。我跟你講，遠遠看你吃這個啊，會以為你在吃什麼吐司金磚之類的，真的蠻像的，非常的厚，嘴巴要張很開。目前吃到現在啊，我最喜歡的是這個大胖，因為它裡面豆的面積非常的多，所以可以吃到那個豆香在裡面非常的濃郁。如果你很喜歡吃那種原始豆味的話，這一個是很值得吃。然後外面那個皮薄薄酥酥脆脆的，喜歡。那你知道我最喜歡哪一個嗎？哪一個？你這個大胖。我這個大胖是不是？我只有大胖而已嘛。
哇，這個小胖真的是嚇死人了！它入口之後呢，那個發酵的味整個衝進來，所以它是超臭的，超臭的，特臭的。對對對，跟我們家的小胖。我覺得它那個臭啊，是指它的發酵程度。所以你如果用臭來理解的話，你會想說，到底哪一個比較臭，會有點分不出來。可是如果用發酵程度的話，你可能會比較知道說，到底哪一個程度怎麼樣。想知道就來吃吃看，真的很特別，很特別。這個泡菜酸度非常的夠，它裡面只加一點點九層塔，可是就已經足夠讓它的香氣爆出來了。加臭豆腐，我覺得就是一個很細緻的感官體驗。可是我觉得如果你想要感官細緻的話呢，就是醬要晚一點加。可是它的醬也很值得加哦，是很好吃的。先嘗試它的原味，它的辣其實蠻好吃的，然后加上它那個泡菜還有點九層塔，搭下去也很好吃。要從輕然後慢慢吃到重，很棒很棒。基隆總店，其實我剛剛就想說要不要來，因為這畢竟是有蠻多分店的嘛。然後我想說經過看一下，人好多，就下午茶時間人多，一定有好吃的地方，就來試試看。點了一碗小的乾麵，有加甜辣醬。一上來看到這個麵體就是黑麻特別，裡面有就是一塊一塊黑黑的。人家說這個是蕎麥麵。對，其實我們本來基隆都要吃乾麵嘛，然後這一間的特別的地方是它是蕎麥麵，吃起來軟而不爛，有點 Q 度哦。其實它這個口味完全跟我們基隆乾麵是不一樣的。基隆乾麵它是那種鹼面，所以你不趕快拌，它很容易爛掉。它這個我覺得還可以久一點。然後它其實咬起來蠻有嚼勁的。對，其實我剛剛已經放了一下子才去拌它，但我還是覺得蠻好拌的。對，所以其實蕎麥麵那種特質，就是它能維持它那個筋性啊，是它的特點，我覺得都有保留下來，還不錯啊。有人說它的蕎麥變少了，但因為我是第一次吃，我覺得還不錯。以我第一次的感覺來說，我也是第一次吃它，可是我第一口吃下去的時候呢，回憶湧上來，跟我小时候喜歡吃的乾麵味道很像，就是要加那种紅紅的甜辣醬。那的確呢，它的辣醬是稍微比較偏甜那一邊，辣度是很少的。但我覺得就是不會到太甜啦 ，OK。不會 OK。抄手是很多人推薦的，我剛剛吃了一口，這個辣度有超過我能夠承受的範圍。我覺得它紅爐抄手呢，整顆還蠻大，可以夾起來給大家看。它其實還蠻接近一顆燒麥的大小，而且它吃起來還蠻像一顆燒麥，因為它裡面的那些非常飽滿，然後皮我覺得算是薄中帶一點點厚，所以吃起來很滑，然後不會很容易就煮到爛掉，所以我覺得蠻及格的。雖然說對我來講很辣，可是我剛剛就吃那麼微微一小口，我覺得它裡面內餡非常鮮甜。對，然後它的辣度啊，或者是它那個口味是帶一點點小麻的，但不是那種就是太麻那種，我覺得是屬於老少皆宜的那種口味，但是就是看你能不能接受辣度這樣子。我覺得對我來說是好吃的。是正餐還是下午茶，我覺得它都會是很好的選擇。那我們現在是點心時間，這個有點小碗的，它也有大碗的可以選。這個下午茶吃這樣還蠻爽的。這個醬加進去，我覺得這個醬我好喜歡哦，全部都搭下去，不要那麼幼齒，很香很香，我好喜歡哦。我個人覺得它那個麵直接拌那個紅油，它應該有紅油炒手麵，應該更好吃，加上這蕎麥很棒。忍不住要吃一碗冰，那這家店呢，就是從乾麵一直到冰的品項，他們都有，就可以在這邊一次完成。那我們正想要點冰的時候，就要被店家搶先了，他們是我們的觀眾，非常感謝他們，我們也嚴厲譴責這樣的紅味行為，不要開玩笑。我剛剛在看它雪花冰啊，因為它雪花冰下面還是可以加3種料啊，如果你不要料的話，就減20塊這樣子。但是很不好意思，感謝你們的贊助。哦，感謝。不好吃我還是會說不好吃的啦。花生雪花冰可以選3種料，他還是硬生生的給我挑到4種料。好，來吃。聰明，因為他剛剛聽到我們在那邊講說我們來點個冰，他可能聽到了，所以呢他就想說，要是這2個笨蛋給他點錯了，我就想我還是先做好我的招牌給你吃好。那我們誤入歧途，這個超級讚，超好吃，真的。雪花冰它雖然是那種很低的溫度，可是你一樣可以吃得到那種濃郁的味道。
很好發是而且它這個雪花非常的綿，很像在吃冰淇淋。可以。个人很喜歡吃它這一家的湯圓，它湯圓感覺非常適合在喜宴裡面變成炸湯圓，因為很大顆，然後吃起來那個 QQ， 然後黏黏的感覺很好吃。它這邊的玉帝圓啊，是屬於萬里金山這一掛的，就是它的肉啊比較多這樣子。那我個人很喜歡吃那種9分那種裡面會帶一點點細碎的顆粒感在裡面，不過都是很好吃的。如果你喜歡吃金山萬里這一掛，它這個玉帝圓你會很愛。他們家這個花生雪花冰真的很好吃，因為它用的是一家我超愛的老店，他們是完全不加糖，只有花生去做成在附近的老店，那不能跟大家講是商業機密，真的很好吃。它那個油香感啊，一吃就會辨識度很高，難怪那麼讚。接下來吃老牌莊燒麥大王，點了一碗乾麵，他不等人推薦，分開始吃。這一間是我們上次在拍那個西碼頭的時候碰到一個觀眾，然後他對基隆很熟，老基隆人，他說他喜歡吃這一間，我們就來試試看。但他們這些老店啊，一定要試一下他們的乾麵。其實是我今天沒有吃到，這2次都沒吃到乾麵，有點不爽，所以一定要點一個乾麵來試試看。真的嗎？我剛剛發現它的這個醬料上面是有帶一點點滷肉上去的，跟大家有點稍微不一樣。口味非常的簡單，就是豬油油蔥帶點鹹味這樣子。基隆的乾麵就是這樣子啊。它的那個好吃程度呢是以秒來衰退，所以你上桌就要趕快拌，然後用最快速度吃完它，這樣你可以得到一碗最棒的。對，你在拌的時候它是以秒在增進的，然後等到你開始過了一個時辰之後呢，它才會衰退。對，你再繼續講還是不好吃。你先吃，因為我覺得基隆乾麵很神奇，就是大家都用的都是廣東乾麵，對不對？廣東的麵體，可是問題是每個人弄出來是不一樣。我覺得這就是吃這個附近大家的口味是怎麼樣，然後你對你這附近的那個周遭的粉絲的了解程度，然後去制作一個東西，真的是很厲害。我剛剛有聽到有一個朋友說，他覺得基隆乾麵不好吃，我真的不能接受。我相信很多基隆人沒辦法接受這件事情。是很委婉謙虛說，他說我覺得我吃不懂，不是說他覺得不好吃。其實我剛剛心中有一種怒火，但是我沒有發出來，我就當他吃不懂。那朋友應該會看這個影片，你確定要這樣說嗎？給我來試一試。基隆的大燒麥，這個大小呢比一般港式燒麥大概有大1.5到2倍之多。我跟你講，在基隆賣燒麥都是超級老店。都是80-90年以上的老店。我稍微查了一下這個歷史淵源，說是因應碼頭工人的生活，他們需要有飽足感，所以把燒麥呢做成這麼大的版本。我們今天吃的所有老店都是因應碼頭工人，像我們今天吃的那個龜鴨湯嘛，它那個也是專門為了碼頭工人製作的版本。所以基本上呢，基隆的飲食文化就是圍繞着這一些樹立起來的。像早期呢，就是這邊很多的福州人，所以這個飲食呢，最早期是從福州那邊傳過來。然後可是呢，因為基隆這邊大家都知道啊，它的魚漿非常的棒，所以就是豬肉和魚漿。那老闆剛跟我說，它裡面有加掛起來就像水泥一樣脆脆的，變成現在的大燒麥。蠻特別的，因為一般都是只有豬肉，然後沒有混到魚漿。我來試試看，它這個真的是一般我們在吃燒麥的1.5倍的大小。蘸一下這樣來試試看，我剛才已經蘸了，更好吃。來沾個醬試試看，這個是少數沾了醬之後比不沾醬更喜歡的，它把它的鮮味整個都提上來了。其實它蠻像水餃的，水餃為什麼要沾醬？要讓它那個皮更滑順，而且有時候不是因為口味問題。另外一個招牌就是這個排骨酥湯，它湯是屬於很清甜的那一種，而且蘿蔔味非常的濃厚。重點是它香菜加蠻多，是我們最喜歡的那一種。排骨工序很多，先醃再炸再蒸，才會變成這麼好吃的排骨酥。對，然後再把它放到那個湯裡面，它原本可能再炸過的那種油味啊，被它湯的那種清甜
混下去非常的剛好，你不會覺得說太清淡，也不會覺得太油膩。這是我吃過味道最淡但最清甜的排骨酥。這湯很清甜，很舒服。我的肉我覺得非常的扎實，咬起来非常有肉感，不会到咬不动。我覺得算是蠻嫩的，很喜歡耶。它那個咬下去那個肉汁的香味很香。鮮肉跟吉古拉是相機福利，雖然說我們今天已經吃過了，但我吃到它還是覺得蠻驚豔的。這邊肉裡面呢很有膠質感，吉古拉超好吃。老闆是把自己得意的東西都拿出來了，所以大家知道該點什麼了吧？你看，這符合我們剛剛說的好吃的吉古拉的條件。要薄，然後要有焦香，要有魚香，還有炭燒味，全部都擁有。哇，很厲害！他把他的燒麥做成這種冷凍真空包，然後也有做宅配。然後他說呢，他每天早上都要吃3顆燒麥。通常我們不是說做什麼的人就不吃什麼嗎？就他每天吃，他說他都吃不膩。那我就覺得這個東西呢，一定品質非常的良好，因為吃最多人就是老闆自己本身了。他到現在健健康康的。我以前有做過小吃，然后我办蚵仔米耍跟那個甜不辣，我每天都會吃，把自己吃得胖嘟嘟的。老闆沒有，老闆很苗條的。只喜歡的話呢，就可以像我們一樣帶幾包回去當伴手禮。這個白鐵蒸籠已經快變成他們家傳家寶了，說有60-70年的歷史。對，他說至少60年啊！我跟你講，這個程度啊，我看完全不會想象它有60年，因為非常的乾淨。他每天都好好保養它。用老記酸梅湯來結束這個回合。天氣太熱了，一定要再喝一個涼的。沒喝過試試看。我剛剛在查圖片的時候，他放了一些那種中草藥的東西，讓我覺得想喝。不好喝就說不好喝，好喝就說好喝。喝好喝說好喝，好可以，非常好喝。要我說好喝才算。這一杯是什麼？你喝了就知道，很明顯吧？老記酸梅湯，桂花酸梅湯。哇，好喝哎！对，它真的就是有那種中藥的感覺。然後我本來想說，好熱好熱哦。如果說喝酸梅的話，會不會太膩了？就不會，是我覺得是偏清爽的那一種。這邊老闆，太客氣了，我們今天一直被請，很不好意思。這個仙草我很喜歡，是不是好喝？哦，這杯仙草茶，我只能用2個字來形容，很鮮。很鮮，那個鮮是仙草的鮮，所以才會覺得它其實有一種那種青草茶那種既視感，就你一喝下去呢，就會有清涼感上來，所以我覺得夏天喝真的是非常適合。還不錯，又是店家福利了。不好意思，今天一直收大家的，這個是洛神花酸梅湯，老闆說市面上比較少見，所以又是怕我們2個就是不識貨的，沒有點到對的東西。其實我們現在都是這樣理解的啦，就是說，你們都沒有點到對的哦，這個才是這樣子。這樣的話，你喜歡桂花的還是洛神？我喜歡仙草。我也喜歡，它應該要叫老記仙草，記檸檬桂花啊，不是沒有檸檬。那排名第1名是仙草，第2名是洛神，第3才是桂花。因為桂花比較酸，所以我比較喜歡喝沒那麼酸的東西。那我喜歡傳統一點點的，我跟你排名不一樣，仙草再來是桂花，再來是洛神。不過這3個都值得來喝一下，很不錯。建議這3杯你至少要買2杯。快喝完了。哦，我也想要再喝一下。剩2口。總結一下，今天很遺憾，還是沒有辦法把我們這一代的美食清單都吃完。不過有遺憾才會有下一次嘛。其實我有個感覺，我們美食拍了那麼久啊，很多人會告訴你說啊，那間不好吃，這間不好吃。其實啊，你要真正自己吃出來才知道適不適合你。像有很多觀眾跟我說哪一間不好吃，結果我去吃超愛的。當然有些人告訴我有些都很好吃，我其實覺得還好。所以我們影片裡面都是收錄我們自己覺得很好吃的。那如果不好吃的呢，我們就不會放到影片裡面了。基隆真的算是我們北部最喜歡的一個美食之都了，幾乎每次來這邊呢都不會踩雷。那也歡迎大家繼續再跟我們推薦更多的基隆美食。那我們今天先到這邊嘍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